大家好，欢迎收听 Easy Mandarin 中文播客啊！今天我们邀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我老婆听。我们今天呢聊一些感情话题啊。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一直以来挺困惑的。就在感情里头哈，两个人有时候在你们热恋的时候，对方身上的一些优点，往往在你们这个热恋期之后会变成你比较讨厌的一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这是干什么？有啊，有是吗？是不是我身上就有？对呀。具体说一下可以吗？我是其实这么理解这个事情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拿你来说，我曾经会觉得你整个人比较松弛，这个松弛感非常吸引我。但是在婚姻生活相处里面，这个过于松弛和我本身紧绷的这个性格反差有点大。所以给我带来的不安全感跟不舒服的感觉很多。诶，那我很好奇，就是你最早的时候本身性格是不变的嘛，对不对？你最早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紧绷的性格。那么一开始你是寻找一种互补的这么一种状态，对吧？那后面既然已经互补了，就像两个半圆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圆了，你后面呢为什么又觉得会不舒服呢？其实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的啊。你比如说，我想法太简单了是吗？对，太简单，太肤浅啊！你比如说你的松弛，它很吸引我，它其实因为这个东西是我骨子里面非常非常缺的一个东西，我可能常年生活在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里，那么我其实非常向往松弛，但它不代表我找了一个松弛的人，我以后就会变成一个松弛的状态。然后为什么你说松弛是我向往的？那我自己为什么变成松弛呢？因为变到松弛非常难，很难，是不对，是？非常难。就是我自己的行为模式，我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就是紧张的。虽然紧张是给人带来一些压力、一些不安，但是在我自己的成长的这个路径里面，紧张它反而是让我觉得安全的。这安全打个引号啊，就是安全跟舒服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一段关系里头，就像你说一开始可能是很吸引我的点，比如说一开始我是相对一个比较紧张的人，对吧？找了一个松弛感的这么一个人，但到后期其实这个松弛感让我有一点不舒服，因为和我本身的这个性格的底色有些背道而驰。这个时候其实是不是很多情况下，我觉得两个人之间就会发生一种权力之争，我觉得我要改变你，你要改变我这种状态。这个都其实是源自于自己大脑中那个危险的信号给响了。你比如说我们偶尔大家相处，大家还不是夫妻或者不是恋人的时候，偶尔或者是在恋爱的这个热恋期，因为热恋期它有荷尔蒙的影响，然后呢，大家你其看清楚，实对不是真的都是带着一些滤镜的，然后呢，排除这些状态之外，偶尔大家相处，我觉得你这样松弛一下也蛮好的。但是在日常生活里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发生，然后你每个事情都是这么松弛，那我脑子中那个警报它就在不断的响起。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一下跳到你这样的模式去生活，它其实是要我一下变到你这样的状态里，它对我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所以我会希望就是偶尔的一个事两个事几件事情是 OK， 但如果都这样，会给我带来非常多的压力，我就会不自觉的想把你拽到我的模式里来。那同样对你来说也一样。你偶尔会觉得这个人紧张还蛮可爱的，还蛮好玩的。对。但是时间久了你会觉得至于吗？对对，至于吗？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又会觉得我就是想松弛，然后你又会想把我拽到你的那个模式里来，所以它并不是你刚刚说的两个半圆刚好融合成一个圆，不是的，而是这一大半个圆，这是大半个圆，你缺的只是一部分，你缺的也是一部分，我缺的也是一部分，但我们两个并没有办法完全的，我们只是有交集，对，没有办法完全的很完美的契合在一起的，这是不可能，加起来其实它就不是一个
一个圆形，而是两像个猴，像个屁股是吧？对，像个屁股，就像那样的形状。明白你的意思。但其实我感觉有一个这个刻板印象吧，好像在一段关系里头，普遍男的，就是相对会更松弛一些，就是比例好像会更高一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很多老婆会抱怨，就是老公也不怎么操心家里的什么事儿啊。很多事情也不怎么在意啊。我觉得吧，在咱们国家，或者咱们的这个文化里面，可能男性跟女性他接受的家庭教育，还有在社会上的这个经历以及这个社会地位还是有不同的。跟这个有关。怎么有关的呢？就中国男人为什么是这样？中国女人为什么是这样呢？就像咱们这一代男孩子在家里从小普遍是相对受宠的那个，不太用去干活的那个。但是女孩子被教导的就是要会干活，要比较乖，要比较听话顺从。那么其实，女孩子她有些女孩子她从个性上来讲，也对情绪的感知更加敏锐一些。然后她也可能在这个环境里就会发现，如果我怎么样去做，可能会达到大人的一些要求，那么她的顺从啊，她的听话呀。他的这样去照顾他人的这个行为模式可能就会更多一些。就是对于女孩子这个成长环境来说，我觉得是相对没有男孩子那么松弛。就是本来就要求很多，对吧？好，所以整体而言，男孩子去体谅别人这个状态会比较少。整体不需要。对，一定程度上和大脑结构是有关系的，也有关系，但也有一定程度是跟这个被教养的这个模式有关。有关系，对。那你觉得我是怎么一个人？客观的评价一下。客观的评价吧，你比较温柔，也挺细腻，但是说真的，你的同理心并不强。说实话是同理心不强，你比较容易用自己的思维去想问题，跳到对方的角度，然后呢，以对方的立场去想问题，这个能力是，只能说这个天赋你没有。这种东西是一种天赋吗？性格上的天赋吗？对，它是一种天赋，但后天也可以学习。但后天习得的东西，它总归是不如天赋要来的更加的敏锐。我以为这种东西本来是一种环境的这个因素影响使然的状态，其实更多应该是一种天生的状态。天生就是有些人同理心更强，如果有一些人他本身这个比较敏感一些，对情绪、对环境各方面敏感一些，那么他可能对这个别人的情绪啊、别人的言行啊感知的就更敏锐一些。你比如说一个家庭里，父母生了2个女儿，那么这2个女孩可能就会对父母相同的这种类似的这种养育，他们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反应。那根源可能就在这2个女孩她们本身的这个性格气质是不太一样的。不是父母对待他们的方式，更多是这本身的特质。那如果要这样说的话，那就是父母养出来的孩子那都一模一样喽。对哈。假如父母很平衡，我对待所有的孩子都是一个模式，那么这样养出来的孩子是不是都一模一样？不可能的。这个真的是很神奇的事情。同一对夫妻生出的孩子，千变万化，性格差异那么大。对。就算父母对待的方式就算一模一样，也会不一样。对，再加上父母也不可能用一模一样的方式去对待。总会有这个双胞胎可能就双胞胎、龙凤胎，你可能会说父母的这个模式会更接近一些，因为是同时期的孩子。但如果说家里一个老大一个老二，他们中间隔了几岁，那么在生老二的时候跟生老大的时候，父母心态、经济环境，然后呢，还有就是整个家庭的结构，以及父母自己心态的这种成熟度都不同。那么养育老二的时候，可能就也是不同的状态。是。你好像也是个老二，对吧？对，我是。所以呢？你和你哥确实差得挺大的。对，我觉得其实关系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这么一个事情。我们每就是很容易就是进入关系里头，一开始都有很多憧憬幻想，但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的越来越少，这是一个观察。另外就是谈了恋爱离婚的也越来越多，就是反倒就是感觉以前人离婚还没那么多一点点，
可能啊，只是我这样想，就现在年轻人为什么感觉越来越容易离婚了？是谈恋个爱性，谈恋爱变少，我觉得未必吧。未必是吗？我觉得谈恋爱，然后但是走向婚姻的可能比原来少。然后进入婚姻之后，离婚的比例是有提高的。我觉得现在的人可能也受这个大环境的影响，还有自己成长的这个模式影响，会发现就是为什么要结婚？对，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对，他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当时是韩国的一个女星叫什么，就是演那个拥抱太阳的月亮那个女的叫什么？啊，叫做什么？我知道，什么韩家人啊？对，韩家人。然后记者问他说：“你能不能说出，就是因为他很早就结婚了，问他你能不能说出结婚的好处？”他沉默了很久。所以就是这个这个方式在网上也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就是就会问他，我说，那你感觉结婚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很多当然问都是女性啊，女性大部分都是沉默。对，沉默是所以说可能我觉得是有很多年轻人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并没有看到，美好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尤其在那个年代，父母都会为了生计而奔波，可能会有很多忽略情感和需求的部分。那么在整个孩子的成长的环境里面，可能父母的争执啊，或者互相的指责啊比较多，所以孩子未必能从父母那里学到，美好的爱情互相支撑，携手一生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没有这样的示范，那我肯定对这种东西也没有那么好的憧憬。你是认为这个父母的影响会比较大？我觉得有，然后还有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环境是指哪方面？社会环境就是比如说我周围的人，我的朋友们啊，然后大家慢慢形成一种观念，就是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可以自给自足，然后我要学会爱自己，我不愿意去做那个牺牲奉献的那个角色。那么我就想要爱我自己，我就想谈恋爱了，我就谈恋爱。然后呢，我想，单身了我就单身。真的，觉得现在是慢慢有这么一个趋势。就是我表弟叶宇，因为他比我小4岁，那年纪也不小了，家里人老是催啊，结婚了，快结婚了，怎么还没有？他的给出的理由就是我的朋友们结了婚的，基本上都离婚了，那我何苦去结婚？对，我其实。虽然说咱们俩的关系很好，但我其实对婚姻，大部分人的婚姻，这么说好像也不对，我其实是对婚姻是持一个悲观的态度的，我是比较悲观的。喂，我觉得要达到一个好的婚姻状态，比较难，也非常辛苦。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量去看到问题并去调整问题，然后你也未必能够遇到那个值得你去调整的人。所以我觉得哪怕是一个人的生活，但是只要你心里头不是那种空荡荡的感觉，你真的可以找到满足自己的方式，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并不是说一定得是两个人在一起携手相伴到老，那才叫幸福。幸福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多样化的一个定义。是真的，就是我们有时候老说，哎，找到那一个人，对吧？找到那个人，但真的找到之后，就是你觉得他值得我这样去做，但发现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你发现他可能不配。就是可能我是觉得感情是相互的，就是你对我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样，因为确实生活太琐碎了，就是一点一滴的太多东西了，就是这种东西特别容易累积矛盾嘛。所以现在为什么在中国这个离婚综艺这么火？就是因为大家确实，因为起码肯定是有自己的一定的投射嘛，对，会觉得哎，他那个状态好像我也有，怎么样，对不对？对，是这个样子。怎么越聊越悲观了？怎么回事？我并不是悲观，我对咱们的婚姻状态是很积极的，非常积极，也有信心。是的。但我对整个这个婚姻状态是悲观，是因为，我确实因为自己经历过，我会知道。经历过什么？
经历过成长和挣扎，经历过什么？你说经历过什么？经历过，我也没有离过婚，我19岁就和你在一起了，我离谱。我自己经历过成长，经历过挣扎，经历过跟你之间的很多的无效的沟通，然后怎么样去达到，我的人设已经崩塌，怎么样去达到真正有效的沟通？对对，我会知道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难的，是的。但这个前提还是你跟我本身，我们两个是有很多共同话题的，我们是心意相通的人。对对对，然后本身我们都有吸引彼此的地方，有这个基础，对我来说，我都觉得要达到那样的状态都是不太容易的。对对。但如果你说遇到的这个人，他本身可能就有很多背负着自己很多很多问题，然后你再带着你自己的问题，那我觉得确实蛮辛苦的，也好像没有太大的必要。对，我会有这个感觉。是我真的也是觉得，就是婚姻、关系，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复杂。然后你看这个，我陪你看那个离婚综艺的时候，也有这种感受，就是忒复杂了，忒他的复杂了，就是真的就是可能你就在某一个点做了一些事情，它就导向了一个不同的结果。对。是真的就是这样，你或许觉得这一对感觉和我挺像的，但他可能在某一点做了一个和你不一样的选择，他们走向另外一条路。而且说实话会遇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我真的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好好探讨的这么一个话题吧。所以我们在后面还会继续探讨这些问题啊。今天就是限于这个时间有限啊，就先聊到这儿啊。再顺便做一个广告啊，就是学习中文的朋友们，如果你喜欢看这个电子书还有有声书啊，我们大树中文推出了这个电子书有声书啊，就是我和茶叔写了好多有趣的故事，由我来读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关临这个大书小书屋啊，有很多很多书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啊。好的，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吧，拜拜。